凌晨5点半，江城的天还蒙着一层灰蓝色。幸福小区3栋502的台灯已经亮了。苏凡坐在书桌前，指尖在草稿纸上沙沙作响。一道立体几何，辅助线3笔画完，答案脱手而出。叮，检测到宿主完成高强度数学训练，建议值+3，当前建议值8942。才3点。系统，你这抠门程度跟我们食堂打菜阿姨有一餐。本系统按题目难度公平结算，宿主若有异议，可尝试哥德巴克猜想，单题奖励500点。你礼貌吗？这个自称高考剑仙系统的东西，3年前的一个晚自习凭空出现在他脑子里。按他的说法，苏玉是万年难遇的剑仙之体，如今身负灵阶剑仙修为，全力爆发，相当于这个世界所谓的3境强者。但想突破1阶，条件只有一个：完整参加一场国家级高考，按分数结算突破奖励，分数越高，奖励越丰。所以苏凡3年如一日，每天学习16个小时。别人修仙靠打坐，他修仙靠5年高考3年模拟。苏凡，吃早饭了。来了吗？明天就高考了，今晚早点睡，别再学到12点。准考证、身份证、2B 铅笔、黑色酱字笔。妈，你比我还紧张。能不紧张吗？你爸要是还在。妈，中午想吃你做的番茄牛腩。好，考完就有。义父，我心跳180，怎么办？当自己在跑步。那我万一跑到一半猝死呢？那你的答题卡就能提前交了，省事儿。义父，你真是我亲爹。叮，国家级高考确认开始，请宿主完整参加全部科目。啰嗦。队长，年年巡逻，年年没事儿。闭嘴！哟，老段，你今天话多啊，说了2字儿。宁哥，万一真有灾祸，我第一个上。行行行，斗战序列的小齐同学最勇。队长，数值在跳，多少？全员下车！通知总部，江城1中考点上空，灵气异变。警报！B 级灾害正在接近。B 级猎物吸族，能打。警报！目标灵气浓度激增 ，A 级。警报 ！S 级 ，S 级，他可这现场进化呢。没时间了，昆仑江城分部拦截！如高悬的猛月，一步都不能让他靠近考点。这他妈是 S 级，这是 S 里边的战斗 S 吧？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外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同学们冷静，趴到桌子下面，保持秩序。现代文阅读第2题，答 B。老子3年，每天16个小时，5400套卷子，就为了今天。怪兽，怪兽算什么东西？只要考试不中断，天塌下来，也得先让我把作文写完。大家不要慌，趴好。
可，冷静！你让我冷静！3年5400套卷子，我连做梦都在默写赤壁赋。根据考务规定，如遇不可抗力，本场考试可能中断重考。我不要重考，我要考现在这场。放开他！放开老师！丁提示：宿主当前身份为普通高考生，暴露实力将带来不可预估的。行吧，反正答题卡都飞了，这场考试横竖是废了。苏凡，你干什么？快趴下！系统启动，剑仙凌晨。丁确认执行，消耗建议值1000点，祝宿主五运昌昌。那是什么序列？这灵药不对，这不是灵药，这是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老师，请问这场考试还算数吗？家人们，我发誓我没开特效，刚才那位青衣大侠一剑就是一剑啊，把那个怪物连着天上的陆凤一起劈了。然后他现在在干嘛呢？让我们把镜头拉近，看见没？那个剑仙，那身段，那气质，我看至少活了800岁。800岁哪够？人家一开口就问考试算不算数，肯定是几千年前的老状元转世。考试中断，全市统一择日重考，答题卡白抢救了。小凡，你回来啦？妈，考试中断了，说是要重考。这个剑仙，妈怎么看着那个下巴，那个站姿，跟你一模一样呢？妈，你这是滤镜。全天下当妈的看谁都像自己儿子。再说了，这人会飞啊！我要会飞，我天天飞去学校，还用早起挤公交？也是，我儿子那么怕高，游乐园的海盗船都不敢坐。不过小凡，要真是你，妈也不会说出去的。妈，真不是我。不是就不是。苹果甜吗？甜。我提议，给这位前辈立个牌位，不是立个雕像。录像我看了8遍，唐青啊，你猜怎么着？请孙老指示。那一剑劈出来的时候，我在3000公里外喝茶的手抖了一下，6境的我手抖了一下。订票，我去江城。干嘛呢？这是办丧事？孙老，分部全员恭迎。行了，那位前辈呢？在哪儿？找到没？找到了，综合监控排查和现场人员比对，锁定了一个人。但是孙老，这个结果，您做好心理准备。长青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？监控不会说谎，他变身前后的身形步态完全吻合，而且当时全考场只有他一个人站起来走向了窗口。一个高3学生，一剑劈了巨兽，顺手斩了裂缝，然后回去参加高考。是。懂了。您懂什么了？扮猪吃老虎啊！这种绝世老怪物最喜欢转世重修，大隐隐于市。人家这是体验凡人生活呢，高考那是人家修心的动场。前辈，晚辈昆仑孙不凡冒昧登门，多有打扰。丁，检测到6境强者，战力评估
当前形态的宿阻打破，建议稳住。进来坐。前辈那日一见，晚辈虽未亲见，隔着录像都心神震撼。敢问前辈修行几载，师承何处？孙先生，实不相瞒，那个能力是一次性的。一次性？家传的，祖上传下来一道剑意，封存在血脉里，一生只能引动一次，用了就没了。现在的我就是个普通高3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马上还要重考。慌的一批，慌的一批，灵阶剑体硬扛6境灵压，我裤腰带都在抖。前辈，昆仑愿以最高待遇邀您加入。不去。那做个形象代言人，露个脸就行，1年2000万。不去。孙先生，我还要复习，重考迫在眉睫。道心坚不可摧。前辈放心，纯属流程，哪怕您能力用完了，不去反而显得心虚。留个档，国家心里有底。放松，正常呼吸，匹配大概3分钟。元素序列全部不匹配，器物序列全部不匹配，已知序列1-600无匹配电，检测到未知超凡体系，是否新增登记？新序列600号之后，头一个。序列601剑仙，已知觉醒者1，能力评估不可估量。对了，梁队长，随便问问啊，那天中断的高考，后续怎么安排？总不能不考了吧？哦，这个有通知，教育部门定了，全市统一补考，5天后换江城2中考点。补考也算正规高考，成绩国家承认。当然，国家级统考，一切照旧。系统，听见没？补可。丁，已确认，补可属于国家级高考，突破条件有效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天无绝人之路。前辈在笑什么？是不是我刚才哪句话暗合了什么天机？长青，记住3条：第一，苏前辈的事，除了总部最高层，对谁都烂在肚子里。是。第二，人家说能力是一次性的，那就是一次性的，不许试探，不许追问。老前辈们最烦这个。是。第三，好生伺候，他要补考，你就把考点周围3条街给我盯死了；他要吃火锅，你亲自去排队。总之，别让前辈不高兴。明白。这次，谁也别想打断我。窗外夜色温柔，晚风安静，一切祥和的恰到好处。祥和的恰到好处。新闻发布厅，台上坐着的除了发言人，还有几位穿深色制服、肩上绣着山形徽历的陌生面孔。经研究决定，现向全社会公开以下信息。发言人翻开文件：第一，自3年前起，全球灵气浓度持续回升，简称灵气复苏。第二，目前已收录觉醒序列600种。第三，天空异象所降生物具有攻击性，统称灾厄。发布会同款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。幸福小区502，苏凡和苏倩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直播，弹幕已经疯了。我就说吧，所以江城那个剑仙是真的。完了完了，世界要毁灭了！楼上的，人家官方都公开了，说明控制得住，慌什么？苏凡偷偷观察母亲的反应。苏倩看完全程，表情平静，起身去厨房拿了2个橘子回来，递给她一个。妈，你不吃惊？吃惊啊！不过妈40多年，下岗你爸走，供你读书，什么坎儿没见过？天上掉怪兽也就是个坎儿。再说了，不是有剑仙吗？苏凡嚼橘子的动作停了半拍。妈觉得啊，那个剑仙家里人肯定特别为他骄傲。妈，这橘子有点酸。酸吗？妈尝尝，挺甜的呀。同一时刻，班级群炸了，高3一班相亲相爱一家人。我操！官方盖章了，觉醒者是真的。赵明阳，所以我们高考是被怪兽搅黄的，这找谁说理去？那天在考场我真的吓死了，一直在哭。
还好那个剑仙来了，平时什么都会有离心来了。兄弟们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觉醒，我要当御灾者。张猛，就你上周开可乐瓶盖都开不开。王浩，那是可乐的问题。王浩，义父，你说我是不是有大器晚成的骨相？苏凡看着群消息，慢悠悠打字：觉醒率官方数据10万分之一。你先算算，咱们全市能摊上几个？义父，你为什么总在儿子的梦想上跳踢踏步？苏睡吧，明天醒来梦想就凉透了，不烫嘴。放下手机，苏凡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。学校停课了，街上多了巡逻的制服，新闻里滚动播放着觉醒者登记点的地址，世界翻天覆地。可他书桌上的倒计时照旧翻到了距补考3天。这时手机震了一下，一个很久没亮起的头像，一张仰拍的银杏树，配着2个字的备注：惊鸿。苏凡的心跳莫名快了半拍，点开。小凡，看新闻了吗？苏凡，看了，世界观都碎了。叶惊鸿，姐姐有件事想跟你当面说，明天上午10点，老地方，滨江公园。叶惊鸿，别迟到。苏凡盯着老地方3个字看了很久，回了个好。然后他鬼使神差地走到镜子前，看了看自己乱糟糟的头发，又摸了摸下巴，明天得洗个头。哟，什么时候比我高这么多了？高2就比你高了。放肆，在姐姐面前也敢逞高？能不能说点我的光辉事迹？光辉事迹啊！你初3那年，有人堵我校门口。那不叫腿抖，那叫蓄力。行，蓄力。小凡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。我觉醒了，上个月的事。半夜醒过来，手心里全是光。昆仑找到我了，后天我去京都总部封闭训练营3个月。3个月，手机呢？统一保管，生死信件以外不通消息。挺好的，觉醒是好事儿，训练营好好练，别偷懒。你从小就3分钟热度。苏凡，你笑得比哭还难看。3个月而已，小豆丁儿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来，多大人了还拉钩？少废话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把北大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，这是命令。还有，照顾好苏怡，遇到事儿别一个人扛。你才是，外面听说有灾害，别逞强，你从小就爱逞强。我会变得很强的，强到下次再有人堵你，换我挡在你前面。谁是小刀仔啊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情绪变动持续超过30分钟，建议值加50。备注：情之一字，意识渐新。闭嘴，没你的事。叶惊鸿走后的第3天，苏凡忍不住了。复习到晚上10点，他放下笔，盯着手机看了5分钟，最终点开那个银杏树头像。苏凡盯着那个感叹号，愣了几秒才想起来，通讯设备统一保管3个月。他哦了一声，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做题。一道函数题做到第3步，笔停了，他又把手机翻过来看了一眼，还是那个感叹号。不行，又没指望他回。苏凡把手机塞进抽屉，关上。5分钟后，抽屉又开了，检测到宿主人内查看手机17次，做题效率下降42%。系统建议，要么专心，要么承认。第2天上午，门铃被按得震天响。开门，王浩顶着一个新剪的他自认为很帅的发型站在门口。义父，大喜事儿！说不去，我还没说呢。你这个发型就写着不正经聚会4个字。知义父者，莫入耳也。毕业聚会 ，KTV， 后天晚上，全班能来的都来。赵明阳订的至尊包厢，带自助小火锅的那种。我要复习，2天后补考。聚会在补考后面1天，我特意查的日子。义父，高中3年就散伙这一顿了。王浩掰着手指，以后天南海北，再想凑齐，得等谁结婚了。苏凡沉默了一下。再说了，王浩忽然扭捏起来，搓着手。儿子那天有个大事要办，你要表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暗恋沈月2年，全班除了沈月人尽皆知。有那么明显吗？王浩蹲下来抱住头。完了，那他是不是也知道
他是不是故意装不知道？装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委婉拒绝？义父，我现在心跳180。你上次心跳180是进高考考场，这次比高考可怕多了。苏凡看着蹲在自家玄关抱头鼓救的兄弟，叹了口气。行，我去。义父，王浩蹦起来就要抱我就不去了。同一时刻，昆仑江城分部医务室里，宁璇裹着肋骨固定带，躺着都不消停。老段，我发现一个真理 ，S 级灾害的尾巴比我前女友的脾气硬。你没有前女友，段岳峰头也不抬。老段，你这个人不适合聊天。你看你又聊死了。司若若笑得直不起腰。这时梁长青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色是熟悉的严肃。总部通知下来了，补考安排确认，后天江城2中考点，全员待命，包括伤员。他顿了顿，宁璇哀嚎：队长，概率上讲，同一个市连着2次高考都出事，比中彩票还难。梁长青看了他一眼，缓缓说：上次巡逻前你说灾厄又不参加高考。宁璇闭嘴了。深夜，苏凡复习完最后一套卷子，不想生效，躺在床上刷手机，相册翻着翻着，停在一张老照片上。去年秋天，滨江公园，叶惊鸿抢他相机自拍的，笑得没个正形，背景的银杏黄的晃眼。苏凡看了很久，把这张设成了仅自己可知的收藏。3个月，他把手机放到枕边，闭上眼。出分的时候，你也看不到。谁稀罕给你看？此刻的班级群里只有一个主题：今晚7点，星辰 KTV 包厢，不醉不归。苏凡到的时候，包厢里已经开锅了，10几个人挤在环形沙发上，张猛正在吼歌。义父，这儿！王浩拼命招手，给他留了个座。苏凡刚坐下，屏幕切割，赵明阳忽然抢过麦克风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到林心怡面前，单膝玫瑰橙被火锅桌绊了个趔趄，扶着桌子稳住，全场爆笑。林心怡同学，我喜欢你3年了。文理分科，我为你选的文科，你转理，我又贬回理科，教务主任都认识我了。现在毕业了，我就问一句，出不出？全场安静2秒。你早干嘛去了？我等你2年了，猪！出了！果汁，上果汁，庆祝！角落里，王浩看着这一幕，拳头攥紧又散开，反复练习深呼吸。你手里的歌单都被你搓烂了。义父，我墨迹会点了3次告白扑球，又3次取消，万一他拒绝我，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？佳琪端着果汁，挨着他坐下来。学神，聊聊。周围瞬间竖起了8对耳朵。大家都在报志愿，你肯定是北大吧？第1志愿。真好，我报的也是北京的学校哦，到时候在北京也算他乡遇故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周围的耳朵竖得更高了，张猛的歌都唱劈了。北京挺好的，烤鸭不错。陈佳琪无语，众人无语。不愧是义父，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直男。苏凡其实心不在焉，他的手机就放在腿上，屏幕朝上，每隔几分钟亮一下，是他自己点亮的。那个银杏树头像安安静静躺在聊天列表第1位，最后一条依然是那个红色箭号。他给聊天框输入了一句今天全班聚会，就缺个管我的，看了看又删掉了。发不出去，打什么草稿？下面有请我们本场压轴节目，有一位兄弟有话要说，掌声在哪里？灯光暗下来，一束追光打在王浩脸上。王浩握着麦克风，手抖得像帕金森，站在包厢中央。沈月坐在对面，愣愣地看着他。前奏响起来了，是告白气球。王浩张了张嘴，第1句就劈了，全场憋笑憋出了内伤。苏凡放下手机，抱起手臂靠在沙发上，看着自己这个从高1开始就喊他义父的活宝兄弟，
在心里默默说了句：“兄弟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义父在精神上支持你。我不唱了，跑调，配不上这首歌。沈月，我喜欢你。高一运动会你给我递了瓶水，我喜欢你2年了。我知道我成绩一般，长得也就那样，唱歌还难听，但是我这个人别的没有，心是真的。王浩，谢谢你，你是特别好的人，但是我对你只有同学的感情，对不起。嗨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毕业了不说憋得慌。来，继续唱歌。张萌，你的死了都要爱还有下半桌呢。我去个厕所。苏凡，借一步说话，我就直说了，我喜欢你，高2下学期开始的。我知道全班女生私下给你起外号叫做提机器，可我看过你给流浪猫撑伞，看过你把笔记借给全班抄。苏凡，你处对象吗？对不起，谢谢你，但是不行。为什么？是我哪里不好吗？你可以说我改。你很好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心里有人了。是谁？我们班的？不是，一个从小管着我的人，特别凶，爱逞强，现在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联系都联系不上。他走之前跟我拉钩了，我这个人答应的事儿就得做到。行吧，做题机器还挺深情，拿着安慰奖，反过来安慰你情谊，不对，安慰我的。义父别劝，让儿子丢人5分钟。义父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你今天敢站到全班面前把话说完，比我强。此话当真？义父，抱我就收回。哦，苏凡，王浩，快来！小妹妹们别怕嘛，走错包厢也是缘分。哥几个隔壁喝着没意思，过来跟你们联谊联谊。就是，来，妹妹陪哥唱一个。滚出去！报警了！报警？报啊！等警察来，哥几个歌都唱完了。你放开他！小兔崽子，找死！别碰他，要打我！成全你。打扰一下，松手，道歉，离开，给你们3秒。哪儿来的小3。糟，手感没收住，刚才用了半成临阶剑体的力道。小伙子，见义勇为没错，但你这防卫强度，人家5个进医院了，按规定行政拘留5日。5日？警察叔叔，他是为了救我们，我可以作证。救人是事实，会酌情记录，但程序不能免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。丁，温馨提示：缺考将导致本次国家高考判定失败。警察叔叔，咱这儿表现好，能提前放吗？想什么呢？进去吧。小兄弟，年纪轻轻，心性这么稳，慌的一批。这辈子没求过人，可为了高考。警官，我能打个电话吗？就一个。喂，哪位？孙先生，我苏凡。前辈，您怎么亲自来电了？我在江城城南派出所被拘留了。谁敢拘留您？哪个不长眼的？苏哥，听说您5拳犯倒5个，1拳1个。您当时用的什么发力技巧？就是普通的广播体操。广播体操还能这样？我练第8套练了12年，我怎么不行？义父，你老实告诉儿子，路子怎么这么野？你是不是有背景？我一个做题的能有什么背景？人家是看咱见义勇为，特事特办，说明咱们社会尊重正能量。行吧，义父，那天谢了。还有，沈月他们让我带话，说谢谢你。跟我谢什么？第一个冲上去的是你。打得好，但下回收着点力。妈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收力？猜的，看你心虚的样子，坐实了。系统，最后冲刺。丁，宿主，冒昧问一句，这次考试真的不会再出事了吧？你问我？辅考也是考，仪式感不能少。妈，你今天不用陪我去，考点远。要去，上次没陪你到最后，这次得盯着。
着盗的报纸让我放什么心？全员注意，9点开考，监测组盯紧灵气曲线，任何变动，第一时间上报。队长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我昨晚做梦，梦见天上掉鸟毛。我错了，我闭嘴。小凡，好好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妈是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别慌，妈就在附近，那边那家面馆等你。妈，去吧。很好。队长，通报总部，全员出车。不会吧？不会又来吧？一个市连中2次，买彩票去跟我退休了啊！宁璇，你再说一个字，我把你缝进盾牌里。丁，检测到空间裂缝正在生成，友情提示：宿主冷静。当我没看见！警报！地级灾界，灵羽类大鹏鸟。地级，只是地级，兄弟们，比上次那个 S 级弱10000倍，干他！他怎么这么快啊？喂，若若，给我加速度！加满了，是你自己肋骨没好跑不动。哦，对，忘了。全体考生请注意，请在监考老师引导下有序撤离至地下室，不要奔跑，不要拥挤。同学，3楼靠窗的那位同学，快撤离！正方观点，出手5秒解决，回来继续答题。反方观点，出手就要变身，变身就会中断考试，而且地级而已，昆仑能行。正方反驳，昆仑那帮人绷带都没拆。反方再驳，那也是专业的。你是考生，同学，你的战场在转子上，转子上。妈，你去后府躲着，那是承重墙。小凡，待着别出来，我去地下室找地方。苏凡，妈，别看了，危险！上次那道从天上劈下来的青色剑光，电视里放了几百遍，妈每一遍都看了。那道光落下来之前，握剑的那个人有个小动作，手腕先向里转半圈。小凡，你从小写毛笔字，起笔就是这个习惯。妈给你洗了12年墨点子的袖口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那个其实不用解释。3年前那个晚上，你从学校回来，眼睛亮得吓人，饭吃了3大碗，妈就知道我儿子身上有事。后来你半夜书房里有青色的光，你以为妈睡着了，你藏得很辛苦吧？小凡，去吧，妈知道是你。妈，你看错了，我就是个普通。你是我儿子，我10月怀胎生的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。你后颈有块胎记，你紧张会咬左边嘴唇，你现在就在咬，我还能认不上你？妈不问你这本事哪来的，也不问你为什么瞒着，妈只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爸当年是消防员，98年那场大火，他冲进去之前跟队长说了一句话，里头有人，我有这身衣服就该我去。小凡，你爸没能出来，妈难过了半辈子，但妈从来没觉得他做错了。
你有这个能力就该去，这不是妈逼你，这是你爸的儿子天生就该干的事儿。儿子，帅气点，别给你爸丢人。系统，这次不用变身，就用这双筷子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民以食为天。这是什么序列？等会儿，筷子，他拿的是筷子，用筷子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最后一句，送你上路，干石花溅泪。用筷子，那位大侠用筷子召唤莲花，干碎了那只鸟。分析来了，剑仙用剑走的是刚猛路线，莲花少年用筷子走的是灵秀路线，武器不同，气质不同，身高目测也差2厘米，铁定是2个人。我猜是师兄弟，剑仙是大师兄，莲花少年是小弟。磕到了，剑仙看莲花少年一个开天，一个入花一柔，这就去产粮。楼上的太太求个凉链接，你们在磕什么？磕我自己吗？打赢了，赢了，那怎么脸比输了还臭？因突发灾安事件，本次补考终点，后续安排另行通知。面忽然就不香了。丁，宿主，你已经对着墙壁静坐6小时了。别理我，我在 emo。系统查询了人类心理学资料，建议第2次高级立即中断。倾诉行啊，第一头你告诉我，全国几百万考生，怎么就我回考到一半天上掉怪兽？这个问题我不信邪都不行了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这破系统为了刷我的战斗数据，偷偷往天上发信号？丁，严正声明，本系统与灾厄降临无任何关联，不合，2次事件均为空间裂缝自然生成，坐标随机。随机能2次都砸我考场头上，概率上确实极低。系统的结论是宿主运气差。你再说一遍，宿主运气差。系统很遗憾，但数据不会说谎。信个鬼！你个浓眉大眼的破系统全是坏水。我怀疑存在一种灾厄吸引体制。证据1，第1次高考 S 级；证据2，第2次高考 D 级。共同点都是高考，都在开考后1到2小时出现。我大胆推测，江城这2个考点里有一位灾厄吸引体制者。每逢重大考试，其精神力高度紧绷，产生特殊波动，就像深夜的烧烤摊招蚊子。那为什么平时模拟考不招？模拟考心不成。哦，那你这个研究心挺成，怎么没招来点经费？段岳峰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？还想着考试呢。妈，你说会不会有第3次补考？万一教育局烦了，说今年江城考生全按平时成绩算，那我找谁说理去啊？会有的，小凡，妈这2天想了个事儿。要不你加入昆仑吧？妈，你之前不是最烦我跟那些危险的事沾边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妈想通了，你瞒着所有人，一个人变来变去，跟做贼似的，帽子都要压到鼻子了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进了昆仑，名正言顺，他们有监测，有情报，有人手，你不用再靠运气撞灾厄，真出了事，也有人跟你搭把手。最重要的是，有能力就该守护别人，跟你爸一样。妈以前是怕，现在不怕了，妈只想你堂堂正正的。妈，我进了昆仑那就是公家的人，今天出境，明天出差，我还要高考啊，我还要上北大呀。傻儿子，谁规定遇灾者不能高考了？你进去之前不会跟人家谈条件啊？对啊，谈条件，他现在好像很有谈条件的资本。梁队，是我，明天有空吗？我想跟昆仑谈笔买卖。梁队，我就是来聊聊天。苏先生请坐。您说的买卖，总部连夜开了视频会，孙老亲自批示，不管什么条件先答应再汇报。孙大爷办事还是这么让人心里没底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可以加入昆仑，编制、任务、保密协议都可以谈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您讲。第一，我要参加高考，完整的不被打断的，从头考到尾的参加高考。在我考完之前，除非 S 级以上灾，不接任何任务。没问题。前辈修心的道场，谁敢打扰？第2，身份保密，我的名字、脸、家庭住址，除了必要的最高层，任何人不得知晓，任何档案不得外流。对外，我只有代号。应该的。您想用什么代号？青莲。好名字，人如其名，出淤泥而不染。那么这是聘任协议，特级顾问，编外，不坐班，任务自选，薪酬按次结算。S 级事件出勤费，这一个数够我妈面馆吃30年，窝蛋管扣那种。另外，
总部特批的安家费，您母亲的医疗保障，住所的防护阵列升级，都在附件里。笔。青莲顾问，欢迎加入昆仑。对了，梁队，还有个技术问题。您说。你们知道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吧？就是用剑的那个。您放心，剑仙前辈的档案是 S 级绝密，与青莲顾问的档案完全隔离，交叉权限只有孙老一人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等等，合并了剑仙的一次性谎言就穿帮了，不合并反而多一层烟雾弹，全世界都以为是两个人，查也查不到一块去。我的意思是，前辈他老人家云游四方，跟我不熟，你们别把我们档案放一起，免得他不高兴。明白，两位的档案永久隔离。丁，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自己给自己当马甲。低调，这叫战略纵深。系统已将该说法奖励到账，记入词典。建议给母亲大人换个新洗衣机，他那台已经响得像灾厄。行啊，你小子现在会办事了。青莲顾问，我代表全体伤员欢迎你。说真的，你早来1个月，我这3根肋骨能省下俩。来，坐主位。青莲顾问，我看了你打大鹏鸟的录像，那个莲花太好看了，能不能现场开一朵，就一朵？若若，不许把顾问当才艺主播。没事儿。抱歉，职业习惯，物尽其用。别让我笑，医生说了不能笑。顾问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的序列到底是啥？检测那天我不在，听说仪器都没认出来。种花的。种花的？园艺系。你看，莲花。那你那个筷子？园艺工具。那天的莲花，每一朵的灵力都超过我的雷霆峰值，说明花有花的脾气。挺好。上次那个 S 级之后，若若做了半个月噩梦，宁璇嘴上贫，夜里值班盯着天看。这行干久了，人会怕天黑。你来了之后，他们又敢开玩笑了。老段，你干嘛呢？煽什么情？喝果汁果汁。总部发的，战术终端也是你的公派，带上它，全国任何一个昆仑站点见章如见人。对了，还有个消息，总部让我转达，教育部门那边协调好了，第3次复考安排下来了。不过这次考虑到前2次的状况，方案比较多特殊，为保障该重点考生完成国家级考试，特批单人考场，地点昆仑地下基地。单人考场？对，全套标准流程，正规监考，试卷武装押韵。地点在地下80米，理论上天墙都推来什么？丁宿主恭喜，这大概是高考制度诞生以来安保规格最高的一场考试。系统，我忽然有点慌，你说天上砸不进来了，那要是地下钻出来吞回去？番茄鸡蛋面，考试间隙热热吃。这回妈就不陪了，妈在家等你。小凡，事不过3，这回准能考完。报告青莲顾问，考场周边3公里，地面地下全部排查完毕。辛苦。现在宣读考场纪律，本考场共有考生1名。我顾盼谁？顾盼段岳峰吗？请考生不要左顾右盼。考试开始。肃静。顾问，感觉如何？爽。你不懂，安安静静做完一套卷子，是我这3个月来最奢侈的梦想。3顾茅庐，给你脸了。丁，数学科目完整完成。宿主，目前一切正常。别说话，考完之前谁也不许立 flag， 包括你。收到。系统闭嘴。最后一门，孩子，坚持住，就快熬出头了。老师，放心。第1部分听力，请听下面一段对话。见鬼了。Question 5. What will the woman do this weekend? 不错，这考场虽然像审讯室，音响是真顶级。队长梁队长，欧嘎层监测点，20分钟内2次波动，幅度在爬。警戒线多少？5.0，现在0.7。继续盯，所有汇报改用耳机频道，别惊动考场。可别慌，也许是地铁。对，地下80米，说不定旁边有地铁。宿主，本区域3公里内没有地铁。闭嘴，继续做题。7选5还有2空。队长，这个波形是不是像挖掘，从下面往上？通知总部1级戒备。若若，护照预热。老段，考场东侧午夜切独立供电。听力已经考完了，断外网也不影响考试。队长，要不要
终止考试，先撤离顾问。还有40分钟交卷，波动到5.0之前，谁也不许动。到了5.0，我们上也得给他挡出这40分钟。没事，写作文 ，in conclusion 都写出来了，还有80个词，80个词1分钟的事。全员就位！考生请注意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3分钟。考试结束时间到，请考生停笔。老师，收卷吧，考完了。警报！立即栽秧地川类绝地虫王，体长约19米，特性后甲，群巢。注意，是群巢。护住考卷，不是护住监考老师。老师们坐稳了，你们报的可是国家机密，那孩子的转子要真丢了，他能把这基地拆了。撑住！物业雷霆！不用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第一次高考，数学考到一半，来了个 S 级。第2次还是数学，来了只鸟。今天第3次，我忍到了考试结束，铃响之后停笔，检查完才交卷。我做的够守规矩了吧？所以现在考试结束了，我不装了。还有，路线，青莲顾问，剑仙前辈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呢？我也是。青莲顾问，考试辛苦了。同学，你的作文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。老师，我以前不懂什么叫题文合一，今天懂了。丁，恭喜宿主，国家级高考全科目完整参加，判定有效，突破条件达成，建议值远超突破阈值，预估评级 S+。宿主随时可以突破了。3个月，3场高考，1只 S 级，1只大鹏，1窝地虫，考完了，他真的考完了。在，回家。我妈说了，考完这顿加鸡腿。这桌子命真硬，建议列为昆仑江城分部1级文物。我赞成，名字就叫青莲顾问高考圣桌。你们差不多得了。其实可以向总部申请纪念保存，毕竟这是见证历史的一张桌子，主要是以后做新人教育的时候比较有说服力。告诉他们，高考期间不要惹学霸。回来了。考完了。考完了。那就好，先吃饭。等会儿。宿主，突破通道已开启，是否立即突破？先吃饭。为何？确认优先级，鸡腿大于突破。废话，突破什么时候都能突。我妈做的鸡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慢点儿，又没人跟你抢。系统，突破吧。收到。检测宿主已完整参加国家级高考，检测建议值8749分之3000，检测心境稳定，检测执念极强。执念？备注：宿主对高考的精神依赖程度已达到部分午休式闭关问道级别。你别说的我像变态，这还差不多。换一种说法，宿主道心坚固。你是？
突破完成，境界提升，2阶剑仙，解锁剑域青莲净度，万法入题，自动批改，高速批改，准确率试卷9.99%。备注：2阶剑仙，要会杀敌，也要会助学。你是不是跟教育局有合作？小凡，睡了吗？没呢。刚才你房间怎么亮了一下？台灯短路。哦，短路啊，那明天妈给你买个新的。不用，已经好了。早点睡，考完了就别熬夜了。宿主，你母亲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她是我妈，她不需要系统。Abandon， 宿主，你已经考完了。习惯。解放了，出来打球啊！苏西你把持好啊。小浩，中午留下吃饭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准了？万法入题被动生效。看你3次都没放弃，我觉得我也不能太摆烂。你已经比以前认真很多了。孙老，时代变了。关于灵气复苏的真正源头，会不会卡？744，姨父。还行。银杏树下见。第2天下午，江城一中，暑假里的校园比平时安静很多。教学楼窗户半开，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太阳晒得发烫，树影落在地上，像一块块碎开的绿玻璃。苏凡走进校门时，门卫大爷探出头看了他一眼。苏凡，大爷好。哎呦，状元来了！您知道了？全校都知道了。744，我昨天晚上在业主群里发了3遍。谢谢大爷。好小子，3次高考都没把你打垮，牛！苏凡走进校园，一路上遇到的老师都像看国宝。教导主任从办公室冲出来，握着他的手晃了半天。苏凡同学，学校已经决定把你的照片挂在荣誉墙最中间。能不挂吗？为什么？我比较低调。那我们给你打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最后还是班主任解救了他。老周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，笑得眼角皱纹都深了不少。行了，别为难他。苏凡一贯不喜欢张扬。考得好，老师为你骄傲。苏凡认真鞠了一躬。谢谢老师。去吧，有人等你。银杏树在教学楼后，剩下的银杏叶还没黄，满树青绿，在风里沙沙作响。树下站着一个女孩，白色短袖，黑色长裤，头发比离开前短了一些，扎成利落的马尾。她背着一把长剑，剑鞘古朴，整个人像一束清冷的光落在树影里。夜惊红。苏凡在距离他3步的位置停下，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。明明只分别了1个多月，却像隔了很久。那时他离开江城去昆仑集训，苏凡还在为补考发愁。现在他考完了，也突破了，而他身上的气息比从前锋利了许多。744，很厉害。还行。你还是这么会装？我这是谦虚。你管744次叫还行？因为还有6分没拿到。确实。哦，你怎么还真点头？两人同时笑了，那点久别重逢的生疏，像风吹过银杏叶，悄悄散了。礼物。给我呢？庆祝你考完，也庆祝你考得很好。盒子里是一支钢笔，笔身漆黑，笔帽上刻着一道细细的银色剑纹，简洁漂亮。昆仑北部训练营附近有个老匠人，
会把灵晶做进笔尖，写字很顺。苏凡拿在手里试了试，确实很顺，甚至有种微弱的灵气流动感。检测到灵晶钢笔，品质优秀，用途书写、刻符，必要时可当微型飞剑。谢谢。你突破了。你看得出来？看不出来，但感觉得到。你站在这里，像一把收起来的剑。那你呢？叶惊鸿抬手，掌心浮现一缕极淡的剑光，一进巅峰。训练营届业考第1，恭喜。但还是追不上你。别这么说。事实，所以我会继续追。银杏叶沙沙作响，他说这句话时，像在说一个已经决定好的未来。苏凡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拔剑，明明伤得站不稳，却还是挡在学生面前。这个女孩的骄傲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，是一次次把剑握紧。好。不过，青莲顾问是你吧？什么情况？叶惊鸿看着他，我只是一个普通高考生。哦，那剑仙前辈呢？也是普通高考生？这个问题涉及国家机密。明白，那我不问，反正我知道答案。宿主马甲损缓程度，叶惊鸿方向99%。闭嘴！两人沿着校园慢慢走，路过高3教学楼时，苏凡看见自己坐过3年的教室，黑板上还残留着高考倒计时的痕迹，只不过最后那个数字已经被擦掉了。叶惊鸿站在门口，看了一眼他的座位。你以前每天都坐这里？很辛苦吧？还好。每天学习10几个小时，也叫还好。因为有目标，所以不觉得太苦。苏凡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苏凡愣住，这个问题以前的答案很简单，考北大。可现在北大已经在路上了，高考结束了，系统突破了，灾厄还在，灵气复苏的真相还没揭开。他望着窗外的草场，想了很久。我想先好好上大学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如果这个世界总有人想掀桌子，我就让他们等我下课。很像你会说的话。就在这时，苏凡手机震动，梁长青来电。梁队，青莲顾问，抱歉打扰你，总部刚刚发布紧急通报。什么事？东海方向出现新的空间裂缝，规模广泛，超过江城事件。裂缝对面疑似出现智慧种族，他们派出了使者。点名要见一剑开天的那个。风吹过走廊，银杏叶沙沙落下一片。任务重重。是吗？去。不过先说好，我暑假作业已经没有了。要不要我过去比划一下？你别去，你去了会被理解成宣战。尤其是旗战。疑似省状元外挂。宿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危害普通玩家生态。我已经尽量不用脑子玩了。问题是，宿主不用脑子也比对面用脑子强。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？守时交卷，义父，你的人生关键词也太具体了。我觉得挺好，很有个人特色。来都来了，上台讲两句。老师不是说好不上台吗？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把每天该做的事做完，背不下来的单词多背几遍，算不出来的题多算几次。状态不好也别急着否定自己，以后你们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，可能是一次失败，一次意外，一次看起来完全不讲道理的打断，但只要你还想把那张卷子写完，就别停笔，
哪怕最后只剩13分钟，也要写完最后一句。苏凡同学，北大招生组那边已经来过电话了，录取基本没有悬念。不接受。小凡，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，打开看看。你爸要是还在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妈，检测到特殊物品共鸣，录取通知书中存在未知灵性残留。什么？宿主，你父亲可能与灵气复苏源头有关。孙老，我想问一件事。苏明远，您知道这个名字吗？看来您知道。你父亲是第一批灵气异常研究者之一，北大地下封存着一处古代灵脉节点，那里可能留有他设置的东西。我想看档案。可以，但不是现在。东海烈风有变化了，使者过来了。你来了，状态怎么样？还行。顾问，对方自称来自玄苍界，是猎木王庭的附属使团。他们表示，之前的战争兽失控是误会，这次来是为了谈判。地星诸位，吾等代表烈焰王庭而来，请求面见青衣执剑者。剑仙前辈云游未归，有什么事可以先与昆仑谈。你们无法代表那一剑。什么条件？你是谁？一个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。吾王愿以3座灵矿换取地星承诺，不再追究江城战争兽事件。另邀请青衣执剑者前往王庭做客。第一场袭击是谁下的命令？那只独眼巨兽为什么会冲着江城一中考点去？战争兽失控，撒谎！你们不是在袭击江城，你们是在阻止我完成高考。为什么？因为预言，考成之日，青莲开市，他会斩断万界诸王的路，随吾等入玄苍界，或者万族提前开战。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一件事？我这个人确实很讲规矩，考试的时候铃不响，我不动手，但现在是暑假，我很闲。剑狱，竟已开出剑狱！暑假嘛，时间比较多。这话说的，我怎么感觉比直接骂人还伤害大？小苏，不要轻敌，猎木族善精神冲击。明白。你若拒绝，万族议会将判定地星不受控，提前开启征伐。你们玄苍界谈判都这么没礼貌吗？扇了人家一巴掌。打得好，凡人，你敢辱王庭使者！题型分析，外来神识冲击，建议答案偷回去。我刚才好像闻到了荷花香，还有吗？烈焰王庭，请与地星昆仑开启正式谈判。梁队，后面交给你们专业人士。请说。第一，3次袭击苏凡考试的幕后主使是谁？因为高考不是考试，在万界古碑中，它被称为地星天命选拔仪式。你听见没？高考还有这说法？宿主，其实严格来说，他们说的不完全错。自己3年刷的53，可能真的是修仙界顶级。至少4阶以上。你谁？猎木王庭第3王座，幽童王。哦，苏凡，你的出现改变了万界古币的预言走向。万界古币是什么？
系统提示权限不足。地心灵气枯竭已久，本该成为万族新猎场。说白了，就是抢，直到古碑出现新的裂纹。顾问，上面写啥？封建迷信，建议破除。危险吗？先听完。只要阻止你完成天命大考，清廉不开，旧路不亡。所以你们选择袭击高考，你们输的不冤。你们没研究透地星的国家级考试体系。我甚至热血起来了。入玄苍界立誓，否则3个月后推动全面开战。顾问不能轻易答应，必须由总部研判。小苏，玄苍界绝不是江城考场，那里规则未知。3个月后，9月中旬，军训应该差不多结束了。那还行。小苏，事情不是这么算的。告诉万族议会，等我入学以后再考虑。万界不会等你太久。顾问，你真打算去玄苍界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来过我们的考场。我也想去看看他们的考场。小苏，昨夜东海谈判的记录我们已经全部看过，总部初步意见，不建议你单独前往玄苍界。我也没说单独去，我又不是傻。总部计划成立玄苍专项组，江城分部申请加入专项组。我也申请。在讨论玄苍之前，还有另一件事，苏明远的档案已经解密到你个人权限。15年前参与星门遗迹科考项目，项目地点西北无人区，代号归墟井。唯一生还者只留下2句话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怀疑所谓灵气复苏不是新开端，而是旧重道重新开启。他曾参与未名湖节点特会，报告标题是关于地星天命选拔机制与现代教育体系异常耦合的猜想。你最好现在别装死。所以我们建议你尽快前往北大未名湖节点，3天后安排专机护送你入境。可以。招生办老师想问，你是否愿意录一段新生寄语？题目是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，我的高考经历。换一个。嚯，是座椅，防冲击的，是窗户，抗灵压的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现代考试不是偶然，秩序场是对抗混乱裂缝的天然锚点。在想什么？你父亲很厉害，你像他。这就是北大啊！别东张西望，注意警戒。我主要警戒一下有没有学霸气息压制我。这里好多人看起来都很会考试。这是我3年想来的地方，现在我真的来了。顾问，先去节点。先去未名湖。检测到古老灵脉节点，检测到同源印记，是否开启？空间隔离。别紧张。小凡，如果你看到这段影像，说明你已经考上北大了。首先，爸，恭喜；其次，爸爸要向你道歉。15年前，我们在归墟井发现了一条不该存在的路，那条路通向玄苍界。谁？有人想从外面打开命者，也有人。而到了现代，他选择了考试。高考不是让你成为剑仙的原因，它只是钥匙。接下来，你可能会面对玄苍界，面对比灾厄更复杂的敌人。小凡，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走进那扇门，别急着做英雄，先记得回家吃饭。还好吗？还行，这次是真的还行。顾问有发现？有，但去之前我要先做界门部几件事：第一，办入学手续；第二，陪我妈吃顿饭；第三，把玄苍界资料刷完。不按法入题，只要是题就能刷。资料也能刷吗？昆仑总部正式成立玄苍专项组。苏凡收到 4.8TB 资料包，检测到超大型复习资料包，是否开启暑假专项训练模式？告辞。你不是申请加入专项组了吗？我申请的是跨界作战，不是跨界考研，这不是挺简单？为什么我加入昆仑以后还要做选择题？因为选择题效率高。好用吗？很好用。孙老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招了个顾问，招了个会自动写教材的战略武器。苏凡请假回江城陪苏倩吃饭。瘦了，最近是不是很忙？没有吧，是有点忙。你爸以前也这么说，他说去做一个项目，有一点忙，有一点危险，但很快回来，后来就没回来。妈，小凡妈不是不让你去，你从小就是这样，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做完。妈只想跟你说一件事，再大的事儿也要记得回家吃饭。好，我保证。资料刷完了吗？明天实战模拟，别迟到。差不多。我从不考试迟到。第2天，
昆仑总部训练场，玄仓专项组第一次跨界实战模拟正式开始。我现在退出专项组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宁哥，加油！第1轮模拟目标，在玄仓高灵压环境下抵达指定坐标，并建立临时营地。检测到玄仓模拟环境，生成题目：异界生存综合实践卷，考试时间不限。备注：本次为开卷实践。为什么连异界生存都能变成卷子啊？因为这叫实践课。行动开始。第一题，先拿10分。第1轮模拟任务：小队穿越玄仓荒原，抵达3公里外坐标点，建立临时营地。限制条件：不得使用大规模破坏性能力。考核重点：环境适应、队伍协同异常处理。我再确认一下，这真不是期末考试。宁哥，你别紧张。那你腿抖什么？这是战术热身。走。咦，我突然感觉能活了。灵压被削弱了，不是削弱，是被重新排列了。玄仓灵压不适合地形修行者直接吸收，我把它拆成了几层，先过滤掉精神污染，再降低冲击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像做物理题，先分简历。符文污染强度上升。不用，这里结构错了，这里能量回路不闭合，这里语法有问题。顾问，你连异界污染都能批改，错题就要改。青莲顾问能力新应用，符文纠错、污染转译、危险提示生成。记录，全部记录！这不是战斗能力，这是跨界工程学革命！哈哈哈哈哈！终于到我了！左侧树丛蓄能，第2只尾部要扫，老七别光顾着爽，脚下。谢了。哈哈哈！没想到真到模拟战场上，我的速度和观察力反而成了团队的眼睛。临时营地稳定度99.7%，环境适应评分满分，污染处理评分满分，团队协同评分优秀，附加题完成度超额，宁哥你受伤了，综合评价 S+。完了，不是，我只是意识到以后异界任务也要考满分了。习惯就好。你没权利。模拟而已，没必要。如果是真正的玄仓界呢？那就看题难不难。你还真把它当卷子。未知不可怕，只要能分析就能解。暑假专项训练阶段评价优秀，奖励发放，玄仓通用语精通度提升至78%。奖励发放，异界规则抗性提升，额外奖励考场适应力。考场适应力，宿主进入陌生规则区域时，可更快建立稳定状态。备注：真正的学霸，无论换到哪个考场，都能先写姓名。孙老，怎么说？原计划3个月准备期，现在看来，小苏1个暑假已经把前置课程刷完了，甚至还写了教材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让他先开学。被子到了记得晒，别老吃食堂。北方天气干，多喝水。军训别逞强。好，算了，你从小就让人省心。也没有特别省心。3年前，这4个字是目标，现在它是起点。进去吧。苏凡，那个在江城省状元本人。你们好，欢迎苏凡同学加入远前学院。义父，义父，我来北京上大学啊！义父，以后你就是北大学霸了。我以后来找你玩，会不会被门卫拦？不会，你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去门口捞你。妈走了，开学快乐。义父，你是不是又要去做很危险的事？好，你要是回江城，我请你喝奶茶。说定了。检测到北大灵脉节点共鸣，未名湖方向存在新的信息残留。你也报道了。特招考古文博方向，昆仑安排的。玄仓界、古碑、灵脉节点都需要古文字和遗迹研究，我自己也想学。考古挺适合你。你呢，元培？先多学一点，再决定方向。你这话听起来像要把所有专业的都刷一遍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哦，
检测到山河一卷第2层封存信息，是否读取？我守着。读取。小凡，如果你看到第2段信息，说明你已经入学，也说明玄苍界开始真正接触你。接下来这段话非常重要，万界古碑不是预言之物那么简单，它更像一份旧时代的规则残骸。规则残骸，它记录命轨，也干涉命轨。玄苍界诸王相信古碑，是因为从中得到了力量，但古碑本身也在寻找某个答案。答案？为什么地心被封印1000年？这些问题背后指向同一个事实：有东西干扰。地心不是弱界，地心是到你了，青莲开示者。万族议会提前了，9日之后，玄苍天门开启。若你不来，我们将献祭3座边境城，强行撕开封。你们还真是一点谈判精神都没有。弱者才谈判，现在是最后通途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什么？这里是北大，晚上有人自习，你吵到他们了。他说议会提前了，你要去？要去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总部应该很快会通知。顾问，紧急情况，玄苍界9天后开启万族议会，总部决定成立地心观察使团，你是第1候选人。梁队，我刚开学，请假装谁批？小苏，这事总部已经在和学校沟通了。理由怎么写？国际交流。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。别耽误我补课。你们这次去玄苍界不是为了逞强，也不是为了开战。第1任务，收集情报；第2任务，确认万族议会真实意图；第3任务，寻找苏明远留下的线索；第4任务，活着回来。孙老，我能申请把第4条放第1吗？可以。那我心里压力小多了。怕了？废话，那可是异界，我怕得很健康。怕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去。也是。总部给你的地星山河印的临时投影，真正的山河印不能离开本土。谢谢。但这枚投影能在玄苍界短时间内与地星规则共鸣，配合你手里的山河一卷残针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小苏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玄苍界不是一只灾鹤，不是一场考试，也不是一个地下基地。那里有王庭，有古族，有活了几百上千年的老东西。他们不会按规矩来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也没打算只按他们的规矩来。顾问，内鬼现有进展，3次袭击的信息泄露不是江城分部出的。是谁？还没查到，但有一个代号反复出现，杜庸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去多久？会准时回来吗？我尽量。收录，这备注不错。下一场考试别迟到。紧张吗？有点儿，像高考前一天。那你应该发挥不错。希望如此。记住，你们代表的不是某个组织，也不是某座城市，你们代表地星，可以克制，可以谈判，但绝不低头。小苏，这次没有铃声，也没有监考老师。没关系，规矩可以带过去。好，3、2、1，通道开启。我现在说肚子疼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林哥，我带了肠胃药。谢谢，但我觉得治不了心理问题。走吧。检测到跨界通道，检测到未知高阶规则区域，主线阶段更新。青莲意志。
秀栏杆开。地星选完，万族议会，已等候多时。这阵仗比高考考场吓人多了。还行，真还行，至少这次不用图达抽票。反骨入玄仓，青莲照万王，旧路今日断，地形不再低头。苏凡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是来参加会议的，希望你们讲规矩，不讲也行。我暑假实践课刚好还缺一道压轴题。